今天我要讲为什么我拒绝了很多的业配。是你拒绝了还是没有人来找你啊？这个很多观众肯定要说了，小光头你肯定在骗人啊！你这个小频道15000个人，哪有什么业配机会给你啊？那也有嘛，也算是个小网红嘛。那倒是，有各种各样的吧？有哪些呢？某一些这个学习软件，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快递公司，高科技上网软件，对吗？还有一些这个房产推荐，有一些这个2家的中介，还有什么那种各种电器啊这样的，对的一些厨房用品，还有一些这个快递，还有一些快递公司，就是中马快线这种，对，刚刚有讲嘛，还有那种个人护理产品，对，都有过。二家的很多都是线下直接来找你，还有购物平台，对，会给出一些很优惠的方案。那我想一些小的，我没有接，主要是觉得跟我的定位不太匹配。打一枪就换一炮，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根本就不懂的、不熟悉的、自己也不会去用的东西，第二天就没有了。就我总感觉对我的频道风格是一种破坏。那你以前没用过，不代表你未来不会用啊。那很多人去带货的时候都会说博主亲身试用好用，那没有考虑过就去用一用，说不定你就创造出一个需求，会爱上这款产品，然后再代言呢。我实在想不到我如何跟他发生关系，也可能我的生活圈太小了，这个没有太多的缘分。其实第二家园倒是很大的一类，有很多人来找你，而且直接线下找你嘛，他会给出蛮不错的那个 term sheet。我倾向于就是免费的，把我知道的都告诉大家，那我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不会去做第二家园的代理嘛。那当然有很多有些人说我是什么在做中介啊，我记得比较早的时候。会有些观众会这样认为嘛？对，你老是解读一些2家政策，大家以为你可能是一个2家的中介。对，那纯粹是因为2家有政策的变化和发生嘛，所以我们就去从我们的角度进行一些解释。直到最近有一个这个蛮大的一个软件，这个 VPN 的软件，他也写邮件，那已经蛮早了，对，来找我，我其实是蛮心动的。我想了一想，这个心动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很多人，我不是说在大马，而是在中文频道，在英文频道，整个 YouTube 耳熟能详。对，耳熟能详，大家都在讲他，导致我对他的品牌印象其实是很好的，这就是广告的作用嘛。难道不好吗？这个品牌真的不好吗？我不讲好坏，就是说你一直听到，你会感到哇，这么多大牌的，它会让你感到你一下子跟大牌站到一起了。就我不得不承认，当时呢就会有这种感觉。我其实以前看到过这个广告，在各种大小博主广告里，我当时就会觉得说，哎呀，原来科技上网是一个这么高科技的事情啊，原来有这么多的好处啊。我就觉得说，以前我想简单了，我也把这个软件看得高大上，然后能够把我屁股擦得很干净，我是这种想法。但是那你为什么拒绝呢？是因为我的本能反应还是倾向于拒绝，因为我以前我们也经常回中国嘛，回中国的时候，如果要上外网的话，还是会要用到一些 VPN 的，就我也去研究过它，就让我很抓耳挠腮啊，就怎么都是想不通的是，这些功能有什么用？因为碰巧我懂一点技术 ，For example， 我一直是在这个高科技公司比如说 VPN 的搭建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哪怕是你个人，你在服务器上买了一个叫 VPS， 就是 VPN 的一个 server， 你就可以分配很多账号让别人去。OK， 就它的技术实现，还有技术原理都不是很复杂的。第二呢，你用了这个之后，你当然你就可以切换不同的区啊，对啊，然后屏蔽一些什么外部的一些连接，这些功能在我看起来全部是冗余的。就假设我是一个用户，我现在回到中国的时候，我会选因为这些功能。去选择它们，我就完全不会。我要的只是一个能让我连外网的就好。我觉得这可能是针对某一些喜欢在网站上面留下个人信息痕迹的，或者需要进行狡兔三窟式评论的观众的需求吧。因为我们也有一些朋友，他喜欢在网上去评论，但是他又害怕留下这个 IP 信息，对吗？所以可能这一块所谓的隐藏自己是贴合他的需求的。他有可能吧，但而且我实际使用各种。VPN 的经验就觉得其实连接是非常不稳定的，那倒是，但不是说是它这个问题，所以我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大马人，大马人为什么需要 VPN 呢？那倒也是苹果商店大马区域切换到那边去，它的服务定价还都很便宜，非常实惠。对，OK， 你说有些人会想出一些理由说，你看我现在切到美国区。
就可以看到美国的 Netflix。哎，对啊，你对吧？像中国可能看到那个所谓的爱奇艺啊、QQ 视频啊什么的。但这不是一种欺骗吗？那是合理的这个灰色地带啊。所以我是想不通啊，我想不通，然后我又会陷入道德困惑。再有最致命的是，我又去查了一下 ，OK， 它既然这么有名，让我感觉这么多功能都是华而不实的，收费其实不低，比一般的会贵很多。大概贵多少？我觉得是贵，可能是几倍到好几十这样的。因为我们在中国回去，我上回用的一个小的一个软件就28块钱一个月，就流量很多很多，随便用。那么我就去搜一下 ，OK， 它投入了这么多的广告，它的成本也很高，那它的服务到底怎么样？我一搜我就发现网上有很多人讲了，就这个软件定起来容易，你要退你就是非常非常难，没有人找你，甚至于就说你明明已经勾选了，你要去 refund 或者你要退，他还会扣你一次，你还得再找他。对，然后他会办什么？因为他找了很多人 YouTube 打广告嘛，对，他让 YouTube 这些 YouTuber 还要开年度的会议，送他们礼物，去搞一些大会，就是非常非常营销的做法。这让我营销费成本很高。对，我觉得它本身，这种服务在网络软件当中是很多的嘛，这种操作模式也是很多的。但当我去想，这个对大把人通常没有太多用处，然后呢，它的服务有问题，而且它又是一个技术简单，但是高营销费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就让我有点心生厌恶。说实话，就是说你的道德洁癖就来了。看来你也是，不错。我觉得这个钱，如果你自己良心上挣了，觉得不太合适，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产品它有点名不副实的这个价位的话，对，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 follow 我们内心的这个声音啊。我自己不用东西，我干嘛去那边？我还是不是在说对错，因为确实有很多软件是这样的嘛，它是高营销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东西，它的主要成本就是营销费用嘛。但是我就像你讲的，我就自问说，我自己如果在需要的场景下，我会不会买它用它？白印这些功能，然后知道了退款也很不方便，以后我会不会害怕？我会觉得我绝对不会用它。对，那我就过不去这个坎，你知道吗？是，我知道，我明白。然后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所谓的学习软件，当时我们也没有理它，因为这里面他说他会给到我们所有的广告的素材，只要我们在节目当中插入的时长够足就可以了。然后我自己看了一下这个软件，老实说，我是觉得，使用界面不是那么的用户友好。然后我自己没有用过这款软件，我怎么可以出借我自己的 credit？去告诉人家说，你应该用这个，因为当时这款软件跟我们推广费用是说，一旦有人付费成为了用户之后，他们费用里面的%多少给我们，所以你是多劳多得。这自己没用过的软件，然后我去忽悠别人用上，或者说就是影响别人去使用之后，然后我从别人的使用当中获得这个收益，我其实有点心里惴惴不安。对，我们后来也跟朋友讨论嘛，他是做生意的人啊，他跟我们的说法是，赚钱。做生意你就不要有这么多的道德负担，那怎么就是说只要赚钱就行。这句话其实又让我闷了，考虑了好几天。后来我就发现，因为我在想是不是这样啊？我可以把这个问题讲得深一点。我了解的一种做法，你看很多平台，比方说像 IG 啊，或什么百度广告啊，就是 YouTube 啊，这些刚刚开始起来的时候，有些人他的发家，他是怎么起来的，你知道吗？他就靠做搬运。就把平台的东西搬过来，然后呢？这不是知产权侵权吗？对，但他就是肯定是不道德的行为，对不对？但他告诉自己，一开始平台也缺流量那我过去呢是帮助这个平台的建设，我赚到钱以后，好，我又开始做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属于自己版权的内容，所以他转了。有些人认为这种是 OK 的，就是说我利用平台的前期我快速的成长，但是我自己是有个良善的目的的，我再转过去。那我还是觉得，这样的事情我应该不会去做。虽然说我也无法评价，我也觉得这样的人挺聪明的。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这完全不是为了别人就是说你在别人面前要显得自己有多么高尚，这完全是为了自己。你知道这个你说的这个就让我想到那个 Money Psychology 里面就是讲到这个问题嘛，就是幸存者偏差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你现在看到的是都若干年前靠搬运视频这种知识产权典型的侵权的这个行为，他去获利的，我们只能说他有这个运气，而我们没有这个运气，而且我们也不需要这种运气去成就我不属于我们的命，就这么一回事，我一点都不羡慕。
我想讲的呢，其实是就是赚钱的一个道德观嘛，因为我们也在赚钱，那个是对吧？法律问题，已经是比那个 OK 道德更加重要的那条底线。对，它是跟道德也是有相关的嘛。我想讲的这个事情就是，和也是 Money Psychology 里面讲的，我并不是想要为别人来评价你，哦，你好厉害啊，你好高尚啊，你这个这么挑剔啊。其实一切为什么讲都是为了自己呢？是因为这样你才比较容易睡得着。就跟投资 Money Psychology 里面也讲的，投资有可能有些人他不觉得这是一个最佳的投资方案，比方说那个作者就讲了自己是全款买房，最关键的一个要素是他觉得他这样睡得着，他投资了以后他每天不用去为此而担心嘛。那我觉得让我自己睡得着的就是做让自己感到舒服的事情，就非常个人化，也非常简单，对吧？那我再回想 OK 其他赚钱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做 YouTube， 我现在也要确保我用的标题，我讲的内容，我用的封面是我愿意回头再去看。这个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评判啊。为什么？像我以前自己哗众取宠的时候，有些标题我再自己去看到，我会有些就不愿意再看了，觉得自己太过哗众取宠了。那么这种东西我就不要去做。你再到我们做的吃的，是我自己可以为它自豪的，对吧？碰到别人说，你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 OK， 它是怎么样？我用了一些什么样的煮法，然后为什么它比较健康？是我们的小孩他也是会拿来吃的。对啊，那肯定是啊。就这个东西，我也很有感触，因为以前我搞法律工作，然后我的工作有一块是 compliance， 要给我们的一些同事们做 compliance training。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其中有一些打动我的话，就为什么人要 compliance， 为什么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就是你可能需要一个标准在心里面。就西方人他们会说2点，就是做一个事情我是不是会去做，一个是他们有个信条叫 don't steal don't lie， 然后 don't cheat，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说，你做了什么事情，你要给自己问一个问题：我以后跟我的子孙后代讲这个事情，我会不会觉得 ashamed？ 我会觉得羞耻吗？我会告诉我的下一代，我做过这样的事情吗？就是用这2条标准去筛选自己可能会有犹豫的、有起心动念、会挣扎的这些事情，我觉得特别管用。所以我觉得 compliance 的话，就是指引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和不做一些事情。OK。因为他已经提供了一些标准吧。对啊。我目前的想法就是这样，就很简单，就非常主观，就是让自己舒服。而且最关键的是啊，比较凡尔赛的是，咱也不缺这些钱，真的，咱没有必要为了这些钱限制我们自己的想象力。这个我是支持你的。但我还是很欢迎特别好的东西来找我，然后赞助我1年。那行啊。说你的频道虽然这么小，我赞助你吧。我来赞助你，你为我们的 OK 打广告吧，我来付你广告费。好，那不是左手掏右手吗？哎呀，那就可以了嘛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 啊，可以。我最好的是希望有个人说，你频道虽然这么小，但是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很有潜力啊，我们一年的投入你。我也很喜欢他，哇，这个就对我来讲就是天选之子。那我们华文频道，排名第1的老高和小莫，老高不是也是不接业配的吗？对吗？对，我们不应该以他作为一个永恒的灯塔，指引我们往前面去奋进吗？他只接过一个，就是逻辑的。OK，向他学习嘛。好。